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萨偏偏。如果有一个能满足你所有愿望的房间，你会选什么愿望呢？今天给大家上一盘开胃小菜，一部分不算高但脑洞挺大的奇幻电影《心愿房间》。主角是一对穷困潦倒的夫妻，男人把连跌3个月的基金全抛了，买下这栋乡间大别墅。中介拍着胸脯向他保证，这房子地段好，价格低，室内装修还是时下最流行的叙利亚风格。男人带着老婆拎包入住，进来一看都气笑了，感情叙利亚风格是被轰炸过的意思吗？桌椅板凳都没有，年久失修只剩墙。好了，他们还有勤劳的双手，撸起袖子加油干，总能扶起理想的风帆。男人发现一块墙纸翘了起来，当场强迫症发作，非得把墙纸撕开。没想到后面藏着一扇铁门，门上刻画着诡异的法阵，中间还有个十字形钥匙孔。男人很快想起刚刚收拾家具的时候，正好有个十字形的钥匙，被他当垃圾扔了。男人找到钥匙，叫上妻子推开铁门，夫妻俩面面相觑，因为铁门里啥也没有。可紧接着，电灯突然就唰唰的闪了起来，男人以为是电力故障，赶紧给电力公司打电话。维修工过来一看，人都傻了。Holy Mary, Mother of God! I know. 线路盘根错节，宛如盘丝洞，不碰还能挺着，一碰全完蛋。这电路是修不好了，但维修工临走前告诉男人一条消息：他买的这栋房子其实是套凶宅。男人慌了神，赶紧百度一下。前呼噜一家被人灭口，杀人魔被关进了精神病院，但他的身份至今是个谜，档案里压根就查无此人。你说你早干嘛去了？买房的时候不查，现在查出来是凶宅，还能搬出去咋地？男人只能借酒消愁，独自承受。他鬼使神差的走进了神秘房间，举杯消愁，愁更愁。最愁的是酒还喝完了，男人下意识的念叨一句：要是能再来一瓶就好了。紧接着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男人小心翼翼地捡起酒瓶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。第二天一早，女人被闪烁的灯光吵醒，发现丈夫在铁门里待了一个晚上。房间里遍地都是名画，棋盘式的虾，徐悲鸿的马，黄州的驴，李可燃的山水画，塞上的静物，微笑的蒙娜丽莎，梵高的自画像，笑哈哈。女人蒙圈了，这都哪来的？男人却非常兴奋，他不停地恳求女人许个愿望。女人被逼得不耐烦了，随口说了句：我要$1000。灯光闪烁，下一秒，男人真的在角落里摸出了一点美金。女人怒了，长能耐了是吧？敢背着我藏私房钱，然后就许愿要100万，看男人如何收场。谁料灯光又是一闪，100万现金凭空出现在地上。女人这才相信这房间的魔力。铁门后的房间就像是一台万能许愿机，只要房间装得下，要啥有啥。夫妻俩打开了欲望的大门，用成堆的现金当下酒菜，用10个辣的大钻石洗澡，在欲望的海洋里遨游。但纸醉金迷的快感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激情消退之后，女人有些感伤。男人见状，给妻子准备了一个惊喜，一张婴儿床。他想要一个孩子，女人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。尽管两人的身体都很健康，但他们的前2个孩子都胎死腹中，女人无法承受，第3次流产了。夫妻2人产生了分歧，男人出去兜风透透气，女人则抚摸着婴儿床，似乎下定了决心。他独自进入铁门，随着电灯一阵闪烁，等男人回到家里，发现床上多了个出生的婴儿。女人竟然用这许愿房间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儿子。男人很生气，这孩子到底算谁的？算别墅的还是算房间的？不管算谁的，肯定不是咱俩的。男人让妻子把孩子还回去，向许愿房间许愿，让孩子消失。可听着怀里孩子的哭声，男人终究还是心软了，留下了孩子。男人越想越不对劲，他想起45年前发生在这栋别墅里的谋杀案，杀人魔称是房间逼他杀人的。男人随手抓起一把现金塞进兜里，开车前往关押杀人魔的精神病院，谎称自己是新闻记者，得到了面见杀人魔的机会。没想到对方一眼就看出了男人的真身，他在这里等了几十年，就是在等男人出现。杀人魔对许愿房间的事了如指掌，也知道男人的来意。男人问他为什么要杀了户主一家，他却没有回答，而是劝男人赶紧忘了那个房间，尽快离开那栋别墅，否则会死得很难看。男人在加油站给车加油，正要付钱，一摸兜，兜里的现金都变成了灰烬。男人心里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，他开车回到家里，抱起一堆现金扔出窗外，惊人的一幕出现了。现金刚离开房子，就全部化为灰烬，预感成真了。男人还不死心，又将一幅油画推出门外，只见门里的一半毫发无损，门外的一半却迅速化为灰烬。男人的心凉了半截，感情许愿房间给的东西只能在房子里用，一出房子就灰飞烟灭。他拎起铁锤，一顿大锤80，小锤40，砸穿了许愿房间的墙壁，想搞清楚它的运作原理。可墙壁后面布满了电线，弯弯绕绕，一团乱麻。不只是房间里，整栋大别墅的墙壁后面也全都是电线。男人无意间发现了房子的线路图，他看不懂，但大受震撼。正在这时，妻子抱着孩子想出去透透气，男人本想阻止，可看着妻子怀里许愿房间造出来的孩子，他选择了沉默。
结果和他想的一样，孩子一出房子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，不久就会老死，最终化为灰烬。听着孩子和妻子的惨叫，男人还是动了恻隐之心，将他们抱回了房子。而女人怀里的孩子，几秒前还是嗷嗷待哺的婴儿，如今已经成长为了10几岁的少年。面对妻子的质问，男人将一切和盘托出。这栋大别墅就像一台3D 打印机，而铁门后的玄房间就是打印机的出口，想要什么他就能造出什么。可一旦他创造的东西离开房子，就会迅速老化，最终化为灰烬，即便是活人也不例外。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渴望着外界的花花世界。夫妻俩只好说他得了免疫缺陷病，外面哪怕一个细菌都可能随随便便弄死他，用这种谎言蒙骗孩子，防止孩子偷偷溜出去。妻子还用木板将窗户封死，他对孩子关怀备至。男人也没闲着，他买了把手枪，天天跑到树林里苦练枪法，因为他笃信这孩子是个怪物，一旦他做出半点异常的举动，男人就会亲手宰了他。只是没想到那一天来得如此之快，孩子居然看懂了别墅的电路图，并按图索骥揭开了玄房间的秘密。渴望接触外界的孩子许愿拥有一个世界。第二天，夫妻俩推开铁门，被里面的景色彻底震惊了。哇！门后居然真的出现了一片森林，而孩子正在堆雪人。论脑洞，未成年的格局完全展开，说要给你整个世界，还真就给你整了个世界。男人一把将孩子扯出房间，他怕了，今天给你整个世界，明天就能整一群社会人来你家门口跳社会摇。男人把铁门完全锁死，不准任何人再进去。夫妻俩吵了起来。正在这时，谋杀前户主的杀人魔从精神病院打来电话，询问男人的近况。男人问杀人魔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老化，答案很简单，只要许愿房间制造的东西杀死他的制造者，那他就会获得自由，变成一个正常人，然后就会像他一样被当成身份不明的杀人犯关进精神病院。男人恍然大悟，原来杀人魔就是前户主许愿得来的。夫妻俩希望孩子能活下去，于是前户主的老婆杀了户主，又逼孩子杀了自己。现在摆在男人面前的有2条路，要么杀了孩子拯救妻子，要么杀了妻子给孩子自由。得知真相的妻子独自驾车离开，就此失去了联系。没过几天，丈夫也崩溃了，他砸烂了自己的手机，把自己的画作撕成碎片。孩子也没闲着，他把鸡蛋一个一个砸在墙上，又把牛奶倒了一地，质问男人他的妈妈去哪儿了，他真正的爸爸又是谁。原来他偷听了夫妻俩的谈话，知道自己根本不是真人。男人看到孩子气不打一处来，索性说出真相。见孩子不信，男人一把将他拽到门口，房间造出来的东西只要离开这栋别墅就会灰飞烟灭，不信你出门试试，3分钟便渣渣灰。他说自己不是真人，孩子还没成年的3观彻底崩溃了，躲在房间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男人也意识到自己过分了，主动亲近孩子，给他讲睡前故事。没过多久，妻子回到了家里，看到熟睡中的丈夫和孩子，露出了释然的笑容。凑合过得了呗，还能离咋地？丈夫见妻子回来，爱情的小火苗熊熊燃烧，用一局惊心动魄的象棋化解了2人之间的矛盾。没想到动静太大，把孩子吵醒了。孩子看在眼里，误以为下象棋就是化解矛盾的最佳手段。可大家都懂得，下象棋是成年人的竞技项目，炮这种棋子，小孩子不能随便打。于是第2天一早，孩子偷走了家门钥匙，打开大门，出去站了一会儿再回来，成长为一位青壮年，获得了象棋比赛的参赛资格。紧接着他又想到，象棋不是斗地主，3个人没法下，于是偷走了男人的手枪，打算打死男人，取而代之。同志们可以刷一波哄堂大笑了。女人赶紧挡在丈夫身前，试图稳住孩子的情绪。男人趁机冲过去，和孩子扭打在一起。女人不慎撞到桌角，昏了过去。等她再醒来，发现丈夫正守在身边。女人问她孩子哪去了，丈夫沉默片刻，告诉她就在刚刚的扭打中，孩子不幸中弹身亡，尸体也被他扔到了门外，骨灰都扬了。女人听了万念俱灰，她来到门外，试图寻觅孩子的踪迹，可孩子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就好像从未来到人世。全篇当然还没完。只见男人从昏迷中苏醒，屋里灯光闪烁，显然有人在使用许愿房间，铁门紧闭，钥匙还被人拿走了，答案呼之欲出。在刚刚的搏斗中，孩子打晕了男人，再将女人拖进许愿房间，带着钥匙关闭铁门，确保没人能从外面把门打开，再许愿变成男人的模样，并构建了一模一样的别墅，让女人误以为自己在现实世界，从此和他过着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男人岂能让他如愿？只见他提起铁锤，40，40，40，一顿哐哐乱砸，硬生生凿开一个窟窿，穿过盘根错节的电线，居然真的钻进了许愿房间构建的虚拟世界。哎，你们真是都多余建个门。与此同时，女人终于发现了丈夫的异常，他的言行举止都像个孩子，尤其是嚼冰块的习惯，和本该死去的孩子一模一样，这分明就是孩子变的。孩子还想和女人下象棋，女人赶紧推开了他。Hey, Mom. 女人吓得撒腿就跑，可还没跑几步，就被伪装成丈夫的孩子抓了回来，强行要和他对弈。关键时刻，男人打破窗子闯了进来，女人也趁机逃跑，被看似一模一样的2个男人前后夹击。嚯，真假美猴王啊！好在女人如来上身，立刻认出了真正的丈夫，一把将假的那个推下楼梯。孩子遭到重创，被打回原形，但他许愿将虚拟大别墅变成了一座迷宫，夫妻俩怎么都逃不出去。
关键时刻还是丈夫机灵，孩子能许愿，他俩也能许愿。于是男人许愿，变出了夫妻俩的分身，送到孩子面前让他杀。而真正的夫妻俩已经逃出了别墅，穿过铁门，回到了现实世界。孩子在后边穷追不舍，一个野蛮冲撞，直扑男人胸膛，谁让男人打开大门，一招借力用力，抱着孩子一起跌出了房子。妻子也及时送出神助攻，反手关上了大门。不顾孩子的痛苦哀嚎，眼睁睁看着孩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下去，直到变成一个佝偻的垂暮老人。孩子无力地倒在地上，看向女人的眼里迷惑、失望、痛苦、爱慕，无数种情绪杂糅在一起，直到完全化为灰烬。1个月后，夫妻俩搬出了那栋别墅，暂住在汽车旅馆里。事情本该就此落幕，但女人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。紧接着，旅馆里的灯光闪烁起来。也许是旅馆地压不稳，也许是他们从未离开过许愿房间。女人腹中的胎儿是她向许愿房间许愿的结果。抛开表面的剧情，这部电影讲的其实是家庭伦理。这套别墅象征着父母对孩子的保护，许愿房间则代表父母对孩子的欲取欲求。孩子试图弑父娶母，则诉说着俄狄浦斯情节。父亲一般在家庭中扮演着严厉的角色，沉默寡言，渴望孩子早日独立，而母亲往往更加包容慈爱，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态度大相径庭。电影把这个点夸张放大了，而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贸然离开家庭步入社会，与家庭的关系会逐渐疏远，从此聚少离多，直到其中一方化为灰烬。即使联系紧密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父母和孩子的位置会发生互换，父母成为弱势的一方，而此时孩子又反过来建立起新的牢笼。正如虚拟世界那栋被改造成迷宫的房子，孩子用养老院、保姆、护工和无尽的数落限制了父母接触外界的自由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父母和孩子之间也存在一种长期的互相折磨。最后，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：想要孩子的小两口们不孕不育，请去医院。这部电影的某瓣评分只有6.6分，但绵绵却觉得还是挺值得一看的。大家看完有啥感想，也欢迎留言和我讨论。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吧，我去接着填坑了，拜了个拜。